上当啊！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保了。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腰。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桂英怎么用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肯定是姑姑。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婶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
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为何？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行。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能有穆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真的假的？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保吗？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嗨，宗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来，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啊！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不醉不归。不醉不归。哎，换大碗儿。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彩云上酒。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呐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娘，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正好，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吃饭，吃饭。哦，他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18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小王爷，借刀杀人，七娘，你八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穆桂英。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还喝了酒呢。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孩儿听娘的。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遵命，遵命。请。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迷魂阵。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娘，你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他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哈，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姑姑用招真狠，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不好，桂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腰。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桂英怎么用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
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